玉米出嫁。5月不娶，6月不嫁，庄稼人忌讳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忌讳，想来还是太忙了。王莲芳的大女儿玉米恰恰就是在5月28号把自己嫁出去的。5月28号，小满刚过去6天，7天之后又是芒种。这个时候的庄稼人最头等的大事就属占双抢了。先是抢收，割麦脱粒扬场进仓，接下来还得抢种，耕田灌溉平池插秧，忙呢。一个人总共只有2只手，玉米不选早不选晚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2只手嫁出去，显然是不识时务了。村子里的人平时对玉米都是不错的，人们都说玉米是个懂事的姑娘。可是懂事的庄稼人哪有在5月里做亲的？难怪巷口的二婶子都在背地里说玉米了。二婶子说，这丫头急了，夹不住了。其实玉米冤枉了，玉米什么时候出嫁，完全取决于郭家兴什么时候想娶。郭家兴什么时候想娶，则又取决于郭家兴的原配什么时候断气。郭家兴的老婆3月底走的人，到5月28号已经过了7七49天了。郭家兴传过话来，他要做亲。郭家兴并没有莅临王家庄，而是派了公社的文书。文书把小快艇一直开到王家庄的石码头。小快艇过桥的时候放了一阵鞭炮，鞭炮声在5月的空中显得怪怪的，听起来相当的不着调。不过还是喜庆，人们看见小快艇的挡风玻璃上贴了2个大红的剪纸双喜。司机猛摁了一阵喇叭，小快艇已经靠泊在石码头了。小快艇在夹河里冲起了骇浪，波浪是人字形的，对称的朝两岸哗啦啦的汹涌。他们像一群狗仗人势，朝着码头上女人们的小腿猛扑过去。女人们一阵尖叫，端着木桶退上了河岸。船停了，浪止了，文书钻出了驾驶舱。婚礼极为仓促，都近乎寒碜了。但是因为石码头上靠着公社的小快艇，这一来反倒不显得仓促和寒碜，有了别样的排场，还隐含了一股子霸气。玉米的花轿毕竟是公社里开来的小快艇呢。玉米的脸上并没有新娘子特有的慌乱和害羞那种六神无主的样子，而是镇定的、凛然的，当然更是目中无人的，傲岸而又炫耀，是那种有依有靠的模样。玉米新剪的运动头很短，称得上英姿飒爽，而她的上衣是红色的确凉面料，熨过了，又薄又艳又挺阔。总之，在离开家门走向小快艇的过程中，玉米给人以既爱红装又兼爱武装的特殊印象。玉米走在文书的身边，谁也不看，但是从玉米的神情来看，却是知道所有的人都在看自己的。文书是一个体面的男人，却点头哈腰的，一看就知道不是新郎。村子里的人都看出来了，玉米要嫁的男人不是一般的来头。玉米走上小快艇，没有到舱里去，而是坐在了小快艇尾部的露天长椅上。夹河的两岸全是人，玉米大大方方的，越看越不像是王家庄的人了。这时候，玉米的父亲王莲芳过来了，叽叽喳喳的人群即刻静了下来。王莲芳做了20年的村支书，几个月之前刚刚被开除了职务和党籍。他上错床了。说起上错床，王莲芳在20年里头的确睡了不少女人，用王莲芳自己的话说，横穿了老中青3代。不过几个月之前的这一次却严重了，千不该万不该。王莲芳在一次大醉之后这样唱道：
不该将军婚来破坏。王连芳来到石码头，对着小快艇巡视了几眼，派头还在，威严还在，一举一动还是直书的模样，脸上的表情也还在党内。他抬起了胳膊，向外掸了掸手，说：“出发吧。”马达发动了，马达的发动声像一块骨头扔了出去，一群狗又开始汹涌了，推推搡搡的，你追我赶的。小快艇向相反的方向开出去几十丈，转了一大圈，马上又反折回来了。小快艇再一次驶过石码头的时候，速度已经上来了，速度变成了风，风把玉米的短发拖起来，把玉米的底缺粮上衣扯动起来。玉米迎着风，像宣传画上大义凛然的女英雄，既妩媚动人，又视死如归。司机又是一阵喇叭，小快艇远去了，只有玉米的红色上衣在速度中飘扬，宛如风中的旗。玉米的爷爷奶奶，玉米的妹妹玉穗、玉英、玉叶、玉苗、玉秧都站在送亲的队伍里，甚至连不到半岁的小弟弟都被玉穗抱过来了。没来的反而是母亲。母亲施桂芳只是把玉米送出了天井的大门，转身回到了西厢房。屋子里空了，静得有些异样。施桂芳坐在马桶的盖子上，却想起了玉米儿时的光景，他吃奶的样子，他吮手指头的样子。那时的玉米一吃手指头就要流口水，贼一样四处张望。玉米的口水亮晶晶的，还充满了弹力，一拉多长又一拉多长。只要施桂芳在他的身后拍一下巴掌，玉米立即就会转过脑。由于脑袋太大，脖子太细，用力又过猛，玉米硕大的脑袋总得晃几下，这才稳住了。玉米笑得一嘴的牙花，而两只藕断一样的胳膊也架到施桂芳的这边来了。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，一转眼玉米都出嫁了，替人做父，为人做母了，都成了人家的人了。施桂芳的胸口涌起了一股无边的酸楚。